我的 LPS 钢挑战硬骨到现在已经1个半月了。陆钢的硬骨目前有一半是存活的，一半已经白化掉了。刚购买硬骨的时候没有确实做好功课，只觉得好看或是颜色漂亮就收，结果最先阵亡的是鱼鳞，然后铁牛也是一个个慢慢的白化了。刚开始入钢，有几株硬骨受光处触手都缩着，背光处倒是很正常，所以我开始调整光谱，每天观察调整后硬骨的反应，慢慢感觉硬骨有比较正常的出毛之后，我发现我的米粉开的状况不是很好。之前光谱都非常的强，几乎最强光的时间，白光到达80%以上。经过指导之后，调整到白光30%以内，然后硬骨就接受了。但是米粉连续过了4天之后，才恢复正常的状况，有点吓到，也有点后悔。一个稳定的钢，照理说应该不要尝试太大的变化，会比较好。光谱固定之后，硬骨还是没有改善，所以我开始注意水质。水质的数据是这样的，通常这样的数据养 LPS 是最标准的，这也是我 LPS 这1年来不但长得好，还分裂很快的原因。但是其中 NO3 跟 PO4 是硬骨不能接受的条件，因为太高了，标准应该在 NO3 在10以内， PO4 在 0.1 以内，所以第2步骤就要来想办法降 NP。 因为我的设备不足，只能从几个简单的地方想办法来改善。我原本有16只鱼，交流到剩8只，鱼只减少，喂食也可以减少，所以鱼大便也变少了。看这样子 NP 可不可以稍微减缓一些？藻盒也因为水流不适合，重新摆放了位置。我还买了一个适合晚上开灯的小白灯，希望对水质有帮助。经过这些简单的方式之后， NP 是有小降了一些，但是还是没有达到标准。最后一点点小心得， SPS 珊瑚比较怕水质的震荡，而且在成长的时候对各种元素的消耗量很大，所以不能像饲养 LPS 一样靠手动来补充元素，最好是使用滴定钙板设备来维持元素。如果钙镁、KH、NO3、PO4、钾这些元素可以稳定控制，不要震荡太大，是可以成功的。所以我的手动添加最后是不稳定的因素，然后我可能改用慎选的方式，挑一些比较不怕震荡的骨来饲养。然后我有做了一些功课，了解了玩家通常会用 P 属、M 属跟 A 属来涵盖硬骨。常见的 P 属珊瑚，例如猫骨、鸟巢、图钉，它的骨骼非常脆而且坚硬，都是枝状珊瑚，生长点会有一点细毛。那 M 属珊瑚的骨骼比较松软脆弱，生长点没有触手，比如瓦片、灵芝。
DG 这些。这批属 M 属珊瑚比较容易饲养，因为它们能够适应各种比较差的水质。如果你也是跟我一样侧滤或者倍滤的 LPS 缸，就可以试试看这2种属性的硬骨。另外 A 属珊瑚是轴孔珊瑚，每一个生长点都有一个孔，孔里面有一个触手，也是种类最多的硬骨。A 属珊瑚因为无法忍受超过30 ppb 浓度的 PO4， 而且水质需保持在一个低营养盐的环境，所以鱼缸数据如果不能达到这个标准，就不要再挑战 A 属珊瑚了。